被骗去海南买房的老人啊，直言呢，就是冬天再好呢都不会再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海南这边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，海南这边的一个旅居养老，包括养老地产呢，发展的是如火如荼，非常受北方人的一个喜欢和欢迎啊，特别是东北人，很多人都说嘛，海南那边基本上是东北人的海南，特别是三亚那边，基本上整个沙滩上面走的呢，全部都是东北人，全部都是操着东北口音。然后各式各样的一个产业呢，也在海南那边发展的形势非常好啊。但是这几年呢，我们感觉好像风向是突然就不一样，风向突然就变了。我们打开各种短视频、各种 APP， 经常会刷到很多北方的那边老人在吐槽啊，就是说呢，在海南这边呢选择这个旅居养老，特别是在海南这边买了房之后呢，是后悔了。更有一些老人呢，甚至直言呢，就是海南的冬天呢，以后就算是再好，我说什么呢也不会再来了，说什么也不要在这边什么度假养老了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面前啊，海南这边真的是特别的适合养老，特别的适合生活居住。这种海滩，蓝色的海洋，然后还有这种海滩，在这边的标标准准的一个海景房。如果说能在这里买一套房子，我相信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啊！这风景实在是太宜人，实在是太好了。但是为什么他们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吐槽吗？那首先第一点原因就是气候的一个原因啊，海南这边跟那个武汉这边的气候差异还是非常大的。你像武汉这边冬天真的是冻得要冻死啊，夏天热的要热死，非常不适合居住啊。基本上很多人都说嘛，武汉这边是没有那个春秋的，只有那个冬天跟夏天嘛。但是海南完全都不一样，完全都是四季如春。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老人不喜欢呢？因为这个气候因素呢。首先呢，海南那边的现房子是非常多的啊，房价最贵的要数最南边的一个三亚和陵水嘛，因为海南岛是非常大的。同时呢，这个三亚和陵水呢，我个人觉得也是最适合在那儿买房，最适合老年人在那边养老居住的。这两个地方呢，都属于海南的一个最南边、最南端嘛，属于那个热带的一个海岛气候。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，那个五指山有一个五指山可以挡住北方南下的一个冷空气。但是呢，同时这两个地方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，气候比较宜人，这两个地方的房价也是最贵的。平均的房价呢，甚至超过了很多的新一线城市啊，像比武汉这边的房价还要贵，房价是3万多一个平方。你像陵水那边，它就是一个县城嘛，一个县级的一个市，然后成为了全国房价最贵的一个县城，就因为去的人太多了，特别是东北人，很多人在那边买房，很多北方人，你像为了图便宜，一看这两个地方的房价那么贵，都去了海南岛的一个西海岸或者是北海岸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地方就没有那两个地方优越了。住了一段时间会发现呀，这里的一个冬天呀，基本上跟武汉这边是差不多的，冬天非常的潮，甚至呢还会有点冷，根本就穿不了短袖，还是要穿袄子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个人就觉得呢，你像那种地方，海南的那种地方，甚至跟广东、广西的海边其实差不多了，根本享受不到海南的那块福利啊。那第二点原因就是物价的一个问题啊，相信大家在春节的时候都已经看到了，都跑到三亚那边去旅游，然后导致呢北方人想回来，然后过完春节之后想回来，结果呢机票动不动1、2万，很多人都回不来了嘛。这不仅是机票的一个问题，不仅是出行成本的一个问题啊。你像在三亚那边，因为是个旅游城市嘛，所以说它的物价，很多物价呢比北方是要高出不少的，差不多要贵个1倍左右吧。我记得我在三亚街头原来吃过那种面嘛，就像北方那边顶多最贵的面10块钱嘛，但是在三亚那边随便一小碗面都是20-30块钱啊。而且呢，很多的那种蔬菜了，你像水果了，基本上都是从山东那边，都是从内陆那边运过去了，所以说它加上物流成本肯定是比内陆地区更加的贵。很多老年人，你像即使不在这边买房，在这边租房养老了，却发现自己在这儿生活1个月，生活成本呢比他们原来在老家真的是要高出很多啊，甚至呢1个月几千块钱、2-3千块钱的退休金根本就不够花。再加上你包括很多北方人，特别东北人啊，在三亚那边特别多的，他们基本上坐个飞机坐一趟都是几千块钱，坐飞机的成本。然后所以说呢，很多老年人为了省钱呢，第2年干脆就选择不来了。那第3点可能就是配套的一个问题啊，大家都知道美景是有毒的啊。你像海南那边，你虽然说风景特别的优美，特别的宜人，但是它很多的地方啊，其实让你买了房之后，你发现周边的配套是特别不完善，特别的荒凉的啊。周边呢缺少那种商场、大型的购物场所，基本上就是一个
房子，缺少相应的一个医疗设施，然后没有什么医院，所以说你像很多老人他有个头痛脑热的，想去看检查身体的什么，在海南这边买了房之后呢，虽然说靠近大海，然后春暖花开嘛，但是周边的配套不成熟，他住的是非常的不方便，然后出行一趟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车，公交车呢半天不来一趟，所以说在这种地方呢待时间一长是特别容易腻的。不知道呢大家对此都是怎么看的？如果说以后有机会或者是自己老了之后会选择去三亚那边旅居养老，或者是在那边买房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，多多讨论。